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本会委员询答时间为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询答时间为5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黄国昌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哦。那个开始询答以前啊，先请教一下主席啊，我们请那个监察院来，那大部分的资讯都从媒体知道，所以他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样？不来是不是？没有来啊，也没有书面，都没有。我其实这个我们都有通知啦，我们在事前都有通知监察院。但是他秘书长不来，也没有派别人过来啊，也没有书面过来。那我们看到的是，其实这有一点在羞辱立法院。那个我大概具体建议一下啦，看是不是招委，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发个文啊，请监察院说明一下，因为到昨天突然看到李俊毅辞职的消息嘛，那他辞职归他辞职啊，那监察院总是还有副秘书长吧，那监察院半个人都不派来是什么意思？那监察委员现在是觉得他们自己是太上皇机关吗？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相关的资讯，全体国人关心的，全部都是从报章杂志上面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有蛮离谱的啦。我是建议招委看会后的时候要不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加以处理，因为我知道招委也蛮无奈的嘛。上个礼拜好像李俊毅是不是试图又要跟你请假？有，上个星期四早上我有接到电话，就是你那个秘书长他有希望请假。那我刚刚电话里面有跟他回复说，我跟其他委员稍微问一下看状况。但因为其他委员表示说他们还是希望秘书长要过来，所以我跟他说没办法。那他有请同仁拿了一份那个请假的资料过来，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准假，所以我们同仁没有收。后来监察院的联络人他们就直接把那一份资料就直接送到立法院的收发室。就直接送过去了。但我觉得司法法制委员会基本的规矩还是要有了。他要请假归他要请假，准不准是招委的权限嘛？是。那从招委刚刚描述的过程，显然上个礼拜四上午的时候，李俊毅还没打算要请辞嘛。他如果打算要请辞的话，那时候来请什么假？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已经辞职了，你要不要叫副秘书长来就好了。好，那黄委员，因为这个东西不需要经过决议嘛，那我就会后我再请我们同仁就是去函询一下监察院，看监察院那边的说法是如何。好，谢谢哦。那个是麻烦有请我们法务部的部长。麻烦部长。廉政署的署长。署长。内政部警政署。警政署。三位早，时间的关系啊，不一一问候。我今天看到法务部跟我们廉政署所提出来的书面报告，我老实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你们在今天的书面报告里面大辣辣的写说你们推动揭弊者保护法，你们推动什么揭弊者保护法？我们立法院完成3读了。行政部门连个草案都没有送出来，你们好意思在书面报告说你们推动揭弊者保护法？那在书面报告写这种东西，法务部也好，廉政署也好，写了自己都不会脸红哦。立法院要审法案了，3催事情，请你们提一个草案出来，各种理由推脱，结果今天的书面报告。好意思写，你们推动揭弊者保护法，自己看了都不会脸红哦。我看了都觉得帮你们惭愧啊。具体的问题，我上一次请教部长跟廉政署检举，结果
吹哨者的身份啊被泄露，你们说你们要回去查，回去查了以后，说廉政署没有做错，你们交给的是警政署政风室还是督察单位？结果这个督察单位啊，在回函的时候，结果竟然让原被检举的单位回函给检举人，这个事实的经过我没有描述错误吧？这个事实的经过我有没有描述错误？报告委员大致上是正确的。大致上是正确的。来，请廉政署署长。那请问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谁要负责任？就代表我们整个公务机关哪里有保护吹哨者的意识啊？大辣辣的，叫被检举的单位回函给吹哨者啊，这个叫保护吹哨者啊？是我们相关的同仁教育训练不足，是不是？推动了这么多年，推动到现在，被检举的机关回函给吹哨者，这样处理是对的吗？来，请署长。跟委员说明一下哈，这个案件就是民众检举到廉政事实的经过我刚讲过了啦，现在我只问结论啦，这样处理是对的吗？跟委员讲，我们这个部分还有一些需要我们再加强的。我跟委员报告说，我们现在针对这个部分的改进的做法。先停一下。推动吹哨者保护法治，报告都很会写，教育训练显然出了问题嘛？哪里有保护吹哨者的基本意识？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处理是对的吗？你都不敢正面回复，这样处理是不是对的？跟委员报告没有不敢回复，基于任何检举人也不一定是揭弊者啦，包括检举人的部分的身份都应该保密。现实上就没有嘛？事实上，我们如果对于不保密的，现实上有吗？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没有保密的部分，我们一定会严加去检讨，然后去改进。要如何检讨？跟委员报告啊，在这个事情上之后，我们有发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当时的时候发交到政风单位，我们都是以密件来处理的。那么到后来，因为警政署的工作上比较特殊啊，所以它的那个分工上，它是由督察系统去查。那后来了解是说，在督察系统这边的环节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他们也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行政的究责。那未来的话，所以该负责任的是警政署，是不是？跟我们这边也会做一个检讨，跟委员报告。其实事实上，来，请警政署。警政署报告。这个事情这样处理是对的吗？这个部分处理上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那针对这部分，目前追究责任的进度如何？相关的人员其实已经给予行政的一个处分。怎么处分的？会后给我书面资料可以吗？是，可以吗？可以。好，来，接下来请部长哦。之前针对监察院的公务车我第一次当立委的时候，我就强力质询一个监察院才多少人正副首长专用车将近30台，当时也是立法委员的李俊毅就严词批评过了，监察院的公务车使用就是浪费嘛，结果没想到李俊毅今年年初在开记者会说柴米油盐样样少，监院风骨不打折全体纳税人看的是瞠目结舌所谓的监院风骨不打折是我们的秘书长用监察院的公务车载他的爱犬去做美容结果爆出来了以后，还不止这样，还不是只有李俊毅这个秘书长监委搭公务车去看牙医苏立琼，来请教一下法务部部长这种行为构成什么犯罪？那个这部分那个秘书长那部分那个因为有这个北检已经分案来了解了那另外那个从过去的案例构成什么犯罪？这个个案给全国人民科普一下嘛。从过去的案例构成什么犯罪？给全国人民科普一下嘛。来，请部长。这个部分那个个案的话，还要经过检察官的了解调查。当然嘛。就这个行为，太阳构成什么犯罪？因为这个是我对这个个案的，这是媒体报道，就陈如委员讲的，这是不了解。
媒体报道的哈，那这部分不是很清楚。那这样他不是都承认了？他承认了，对啊，我的确思虑不周啊，用公务车在爱犬去做宠物美容啊，所以我现在就问你啊，这样的行为构成什么犯罪？这个在侦查中了，那这部分我不表示对侦查中的一些的。我们抽象的来讲，可以这样干吗？可以这样干吗？还是你也不方便表示意见？遇到绿色的尖尾就软趴趴，你也不方便表示意见，是这样吗？不回答。这部分因为是否实际犯罪，那个检察在会了解。没关系啊，部长可能贵人多忘事啊。来，我提醒你一下，除了苏立雄以外，还有林玉龙啊。接下来还会爆出谁，我不知道了。我看这个个案啊，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来，我带部长回顾一下过去怎么处理的。前云林消防局的局长私用公务车遭弹劾，那现在大家就来看啊，监察院的这些御史大夫啊，会不会弹劾自家人呢？大家都在等着看嘛，是不是用同一个标准？还是只有监察院可以去弹劾其他公务员，监委也好，秘书长也好，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这个前云林消防局的局长有没有被起诉？部长知不知道？还是这个个案你也不清楚？他有没有被起诉？这个我不清楚。来，我告诉你，他有被起诉，他还被判刑了。他不仅有被起诉，他还被判刑了。这还不是唯一的个案啊！再来看，当初我们赖清德总统在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他用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委汪志敏，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南检？那个我不是在，我那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高升法务部了。我已经离开台南地检。OK， 很好。台南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委汪志敏违法使用公务车，一样起诉，一样判刑。现在全体国人都在等着看呐、看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检察官执法的标准是不是一样？还是看到绿色的监委，每一个都软趴趴，不敢表示意见，连是违法的都不敢讲，大家等着看呐、看要怎么侦办，要怎么处理。北检搜索监察院有没有任何法规上的障碍？我讲的是法规上的障碍，有任何法规上的障碍吗？如果要去搜索国防军事处所，要得到国防军事处所长官的同意嘛？搜索监察院要不要得到监察院院长或副院长的同意？那个要不要搜索，那是个案来做一个。是嘛？所以我就问你法规上的问题啊，有法规上的障碍吗？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熟吗？还是不敢回答？可不可以搜索？就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当然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嘛。怎么问你法律的规定都不敢回答？来，我请教一下，法务部部长坐车出去，要不要写派车单？这部分司机会处理。什么叫司机会处理？这个驾驶会去处理这个派车单。处理说今天法务部长去哪里嘛？这个我们会有派车单还是没有派车单？这是事实问题嘛？这个派车单会去核销油料的这部分会写这个派车。所以司机会写派车单是吗？法务部部长的部分会还是不会？应该会。应该会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怎么你自己是法务部部长，自己都不熟？因为要不要派他，这不是事务性的事情，我不。好，没有关系啊。法务部部长可以在上班时间去瞧他自己好朋友的诉讼吗？我之前问过你这个问题啊。你说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嘛？你确定吗？你确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要不要就责来请教部长？这个就依法律来处理。依法律来处理嘛。好，我希望就依法律来处理啊。所以我今天质询的时候，我公开检举啊。前法务部部长蔡清祥，2021年9月17号，礼拜五，
上班时间搭着公务车陪他的好朋友去找联合再生的乔私人的诉讼。法务部部长上班时间可以干这种事吗？你之前是跟我讲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嘛？那现在我检举有这样子的事情啦，法务部要不要调查？还是他卸任了没有关系？要不要调查？我们再来了解。再来了解。我今天公开检举啊，请法务部回去2021年9月17号部长的请假记录跟公务车的派车单，会后送司法法制委员会，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我们来处理。可以吗？可以。需要多久？下班以前送来可以吗？那是不是2个礼拜？这样还要拖2个礼拜？给你1个礼拜够久了啦，给你1个礼拜够久了啦。我今天公开检举哦，法务部部长在这边承诺说要回去了解，我希望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啊。第二个，有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啊。我今天公开检举啊，蔡清祥当初有没有请假？是不是搭公务车去的？可以在上班时间去瞧他好朋友的诉讼哦，官真败坏至此啊！我当初要质询这件事情的时候，蔡清祥下台了，下台归下台啊，就跟吕俊义一样，该追究的法律责任啊，一样要追究。部长查前部长会不会有压力？会不会？就依法来处理。就依法来处理啊！好啊，我们拭目以待啊，看你如何依法来处理啊！好，谢谢。